想锻炼，不想锻炼，朋友推荐我，那你就去减重科。现在很多3甲大医院都有了减重科，去了大夫让我打减肥针，司美格鲁肽。哎呦，那针流行厉害，说打肚子上之后吃东西恶心，以此就能达到抑制食欲的目的。我打了，也恶心了，但它可没有抑制我的食欲，它磨练了我的食欲。比赛对我和辛博也很重要。最后一次，把热情留给我们2位，鼓掌！感谢你们，谢谢你，黄渤老师。看季鹏哥讲得非常好，在台下非常有同感，共情而且害怕。他90年，我96年，6年，恐怕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谢谢，都不容易，这边没看见，给你们看啊，咱都有的看。我这演出就是好，散着不讲，大伙儿都有的看，好不好，朋友们？最近我也想减肥，一直瘦不下来，去体检，想去体检，一直没有成功，因为体检前一天晚上要禁食10小时，不是说一直吃10小时啊，那我也受不了，是不让吃10小时，不让吃10小时，可以从上海一路开车到湖北。这个朋友问得好。为什么要去湖北？因为湖北省的简称是我饿得快，不用10小时，2小时我就饿了。而且朋友们，我说的饿不是大家对我们胖子刻板印象的馋，不是馋，就是饿。它是有区别的，有区别。馋是舌头的低语，他想吃，他劝你，在你耳边说一些谗言。吃点吧，你又不胖，你又不胖。馋是舌头的低语，饿是胃的咆哮。谢谢。打开手机一看，饿了吗？饿了。我早就饿了。这2天看世界杯，有共情，能同感。我的嘴像一个无能的守门员，一吃东西胃就高兴，耶，又进了，是伟大的意大利面。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人饿的时候会点大于自己食量的外卖。对，你点的多，花的也多。还好有淘宝闪购，上淘宝闪购搜夏日军团，点外卖金团更优惠，点得多吃得饱，这样的 app 不好找，恩格尔系数越来越小，真好。感谢，你说这节目播了，咱也念上商务了。之前看他们念给我馋坏了，你知道吗？感谢大家，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好，商务结束，我们言归正传。饿，不吃不行，有症状，手指发抖，浑身发冷，眼冒金星，去医院查，大夫说低血糖。我不相信，我都没问大夫因为什么，我说大夫，凭什么呀？我低血糖，我像低血糖的人吗？高3那年我就3高了。大夫说，谢谢。大夫说我这种症状非常典型，吃得多，饿得快，长得胖，典型的胰岛素抵抗。因为我爱吃主食，米饭、包子、馒头、面条。他说再吃下去容易得糖尿病，勒令我从今天起吃粗粮，给我开了90根玉米，让我拿回90根听着多，是1个月的量。
我是半个月吃完的，因为我想快点好，你能理解吗？谢谢，非常有逻辑的一个梗，谢谢大家。大傻子喜剧也开窍了，朋友们啊！接着说，他说你管不住嘴没关系，你给我去迈开腿，让我锻炼。我不喜欢锻炼，你们也看得出来，跑步累人，健身房又很丢人。我每次去健身房身材好的人怎么这么多？跟他们一块锻炼，我跟小猪崽一样，真的。而且我说实话，你健身房的装修设计不就是为了放大我们普通人的身材羞耻，来让我们办卡买课吗？啊，你看那健身房怎么装修的？好好的4面墙不涂成白的，整2面大镜子，为了让你能看出来自己身材有多差。可以，那剩下的你弄成墙，弄成玻璃，为了让路人能看出来你身材有多差。有时候好不容易心血来潮，练完力量，想去跑会儿步，做会儿有氧，专门把那个跑步机摆在玻璃旁边。我就是因为外边跑步丢人才来的健身房。你知道我们胖子跑步很狼狈的，你知道我在那跑，路过的人看我都是，哎呦，这减肥能解决吗？你这问题都是那种眼神。你知道我原来都不理解为什么向前跑要迎着冷眼和嘲笑。不想锻炼，朋友推荐我，那你就去减重科。现在很多3甲大医院都有了减重科，去了大夫让我打减肥针，司美格鲁肽。哎呦，那针流行厉害，说打肚子上之后吃东西恶心，以此就能达到抑制食欲的目的。我打了，也恶心了，但它可没有抑制我的食欲，它磨练了我的食欲。这不是我第一次对抗食欲了，我之前是靠意志力节食对抗食欲，我的意志力很坚定，虽然看着不像，但我的意志力很坚定，奈何食欲更顽强啊！我都打减肥针了，他都没有退缩，他说哇，还有第2关啊！现在我就打着减肥针不瘦，每天小某书给我推这个打针又瘦了，那个打针又吃不下饭，这个打针没食欲。我现在感觉我活得像一个短剧男主角，全球食欲下降10000倍，我不变。我和我的食欲合作对抗司美格鲁肽这个药，到现在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跟大家汇报一下，很惭愧。中间最瘦的时候居然瘦了20多斤，但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已经胖回来了。谢谢大家。除了谢谢大家，我还要在这里感谢我的老妈蹄花，感谢地三鲜，感谢毛熊，感谢所有好吃的，是你们让我意识到西方的药物打不倒中国的美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当然了，言归正传，我吃粗粮也好，锻炼也好，打减肥针也罢，我也不是为了变瘦去迎合所谓的审美，我就是想健康的享受美食。我觉得咱们爱吃好吃的人就是最美的，对不对？识时务者，对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不对？说到这儿我也饿了，要去识时务了。谢谢大家，我也有问题想问问大家，下个月还烫头吗？很多朋友没发现是吧？我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美式前刺。哎，发型师就是这么说的。但纠结，烫头太贵了，现在随便烫个头管你要个300、500，但不烫不行。我烫头不是臭美，遮丑，遮完还这样，不遮就这样。这边也看啊，咱都有的看啊，都有的看。这2年可不像脱口秀演员，像相扑运动员。本来，哎呦，谢谢，本来没打算烫，我的计划就是剃光戴假发。发型师要赚钱，给我散播焦虑，他说你必须烫。
年纪轻轻就脱发脱成这样，只有2种发型适合你，一个就是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美式前刺，还有一个也适合你，叫这个梦回大清。他说这第2个也好，但主要啊，你现在在上海发展，你就美式前刺吧。哪天有机会飘到北京，你再梦回大清就可以了。不为了别的啊，听说故宫不好买票预约，你不用预约。你说你要回家，走员工通道啊。谢谢朋友们，谢谢。研究生喜剧之后就是大傻子笑话，朋友们。这2年发际线越来越高，越来越厚，我感觉越来越高，我感觉我这头发这2年跟保安似的，指挥我这发际线，到，后面有个是地儿，到，别到了，到地中海了，发际线越来越高，脑门就越来越大，大到你无法忽视它的存在，想量，我就量了。有多大啊？现在我脱发脱出来的这个脑门已经基本跟我下边这个脸一般大了。没错，上面是11厘米，下边是13厘米。什么概念啊，朋友们？就我这个脑门上，现在能再放一套5官。没错，在座谁有不要的脸吗？有。你想，哎，二郎神这就1只眼。我下一步可以跟二郎神同居，没错，我让他住2楼，因为他养宠物啊，没错，哎，草坪还可以遛狗啊，可以遛狗。哎，话说回来，纠结不烫头是为了省钱，这2年钱不好挣，还想挣钱，但钱不好挣，你脑海就闪过邪念，要不啃老。但啃老很有羞耻感，所以我就不啃。骗是不对的，但这是一道选择题。没错，你也不能怪我，主要我们家情况特殊，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大家有所耳闻，教育大事。注重学习，出生开始，我爸就让我备战高考。什么表现？我爸那个钱啊，从我小时候开始，哪怕1分钱，不会支持孩子一丁点儿娱乐，游戏机、电脑、玩具没见过，但是他愿意无条件支持孩子所有学习和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我12岁6年级左右摸清一个道理，就是你看。其实我们家买什么都行，只要能开文具的发票，是不是这个道理，家人们？规则怪谈啊，这都属于朋友们。所以啊，我现在虽然已经大学毕业5年了，我想出去旅游没钱，还是跟我爸说我要考研。哎，别，听我解释，朋友们，我知道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管家长要钱，但我觉着啊，我这个还是好过硬要。因为我这个起码算交易，没错，交易。你看，我爸是提供了经济支持，我也付出了呀，我付出了情绪价值。我爸一直想要一个高学历的孩子，我没有这个智力，但我有这份孝心呐，我说的对吗，家人们？一生要强的爸爸，我都没。太感人了，哇，太感人！二郎神听完流下了3行眼泪。不瞒大家说啊，节目上线之前，我爸应该一直认为我的学历是博士后。我爸也不认为我是 Joker， 他觉得我的作品都刊登在 Nature。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他给我钱让我读万卷书，我拿钱去行万里路，1份钱家里2个人高兴，对不对？我也是，我跟大家很多朋友一样，跟妈妈亲，但这2年我跟我爸越来越亲，我们俩现在亲如父子。我说实话，朋友们，哪怕你听到这儿啊，你还是说哎呀坏。听我解释，朋友们。这也不是我研究的，我呀跟电视上学的。小时候电视上有个广告，
广告真坏，专门教小孩怎么啃老。哎，我就啃个爸爸妈妈，他直接啃爷爷奶奶呀。那广告怎么演？怎么演的？我说我长大了想当太空人，爷爷奶奶可高兴了，给我买我爱吃的喜什么郎果冻。他想当太空人吗？他们就想吃果冻，我听得懂长什么吧？当然了，话说回来啊，我这么做也不全是因为广告的教育，也离不开我爷爷的教导。从我高中开始，我爷爷就老拿我爸爸的事迹鼓励我，说你要向你爸多学习，他是咱们村当年第一个大学生。不瞒大家说，我爸是中专生。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爷爷是告诉我，我爸懂我，我爸就是大学生，而我是博士后。就讲到这儿，下课。大家好，有的朋友认识，有的朋友不认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咸鱼，来自河北衡水，在上海打工。一个穷孩子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他只能用精神对抗物质。我就走着演，咱们两边都看一下，好不好？我怕咱们这个看不全，回头你们互相拼一下。来参加比赛，我很直接，我想挣钱，我想挣钱，我没有钱，我的钱都买吃的了。我记了2个月账，恩格尔系数85，焦虑。人这2年特别容易为钱焦虑，是不是朋友们？焦虑。你说人穷可以开心，但人穷还爱刷短视频，你就不能开心，因为这2年特别容易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刷到那种假扮经济学家散播经济焦虑。你刷到他的视频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没有调节，但好像手机音量自动就变大了。存钱，马上给我存钱！哎呦，你说，你想说就说，你喊什么呀？他就给你解释，他说因为今年虽然已经是过去10年经济最差的一年，但却即将是未来10年经济最好的一年。你看完，你这个难受，你都不是焦虑了，绝望，还存钱，我都不想存活了。但这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好处，你焦虑不了太久。你刚刷完经济焦虑的没一会儿，又刷到一个刺激消费的，还是刚才那老头，哎，连衣服都没换，一样的套路，突然的大叫花钱，马上花钱，因为未来10年全球经济下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所以你现在花的越多，等于给未来省的越多，你省的越多，等于花的越少，你花的越多，就是花的越少。看完我悟了，我还焦虑个啥呀？我消费吧。朋友，你想，消费就是储蓄，借贷就是理财呀，浪费就是节约呀，淘汰就是晋级呀！再见。还不让走，你看这个，导演没学过经济学啊，然后。那我没办法，只能接着讲了，朋友们。我存不了钱，我焦虑，我的消费观太坏了。我的消费观就是8个字：有钱花钱，没钱花呗。你能明白吗？我喜欢超前消费，花呗用完就用信用卡，坏习惯。这2年意识到了，原来没意识到。当然了，养成这个坏习惯，我不怪什么社会资本，全怪我们大学宿舍长。我们大学宿舍长是花呗推销员，
资本的爪牙。认识他那年，你想我才18，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开花呗。哎呦，就人家那个洗脑话术之厉害啊！不是我危言耸听，今天我说完，在座所有人开通花呗。也就是你手机收起来了，要不你手机听完自动开通花呗，就这么厉害，你们4个就倒霉了，不好意思。像我们说的啊，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都在午睡，他走进宿舍，说：“来，同学们，开会。我先问大家，咱们宿舍都是大学生，对不对？生活费都不够花，对不对？有白捡的钱，你要不要？”我说我要，他说都有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反驳他，我说不是，我看了花呗写的跟信用卡一样，是借的，得还。他说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朋友们，我不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我就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因为已经凌晨1点了，朋友们。你要打起精神了，朋友们！打起精神了，朋友们！没错，因为我接下来要正式复述我们大学宿舍长说的话。谁要是在座的各位，你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容易听进去。你看，我就听进去了，我意志力。你都别说我意志力，他说完以后，我这几年智力都有点薄弱。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花呗这个钱为什么是白捡的。首先，咸鱼我就反驳否认你一点，花呗跟你说那个信用卡不一样，花呗不上征信。那会儿不上，现在上了，别用啊，给我打电话了，好不好？别用啊。其次呢，你按时还，没有利息。那基于以上2个条件，我希望现在座的各位都点开通，然后从下个月开始，你就按月借按月还，按月借按月还，完死之前那个月你别还，这钱就是你的了。听懂掌声！我直接就听懂了。我在宿舍嘎嘎鼓掌。现在那巴掌都打我脸上了，我现在还还着花呗呢。人生目标是死，让人一旦用上花呗，你就必须独自面临很多孤独又尴尬的情况。特别这2年，钱不好挣，也不够花。我说实话，我现在每个月有10天，整个人就处于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马某，你们知道我在云什么吧？你明白啊？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干什么都用花呗支付，跟朋友吃饭特别尴尬，你兜里1分钱没有，但你得抢着结账，因为万一你朋友把账结完回来，突然找你要 AA， 你是 A 不出来这个钱的。哎呀，不说了，听懂关花呗。后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咸鱼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咸。哎呦，我跟大家今天讲这个亲密关系，好不好？因为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是一个恋爱达人，没人相信啊。我是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筷子的恋爱达人。我8年没谈恋爱了，我是舔狗高手。我人生中第一次确切的知道我在当舔狗，是我女神已经被我舔得烦得不行了，打电话通知我的。我打电话说：“咸鱼，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呢，简单劝你2句，你及时止损吧，你别舔了。”哎呦，朋友们，你们被自己喜欢的人劝过别舔了吗？我感觉啊，我舔出了他的良知，感谢，而且我没觉得我在当舔狗，我以为我们在搞暧昧呢。难受坏了，我拿起电话我就质问他了，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我跟你暧昧6个月半年了，你养鱼，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养鱼？
他说这个你放心啊，没人会养胖头鱼的，挺难受的，你知道。他们到练，我后来有段时间就在那个网上学那个恋爱技巧，然后我前两天就刷到一条，他讲了一个技巧叫忽近忽远。他说你在追女生的时候呢，你不能一味的追求，你要学会对这个女生忽近忽远，然后呢，她就会在困惑中爱上，你知道吧？就有一个小帅哥就开始对视频的那个小姐姐就开始忽近忽远，那个小姐姐演的也好，真的就开始困惑。他就说啊，他是不是喜欢我呀？哎呀，不对，他好像也不喜欢我。哎，他好像还是喜欢，不会是我喜欢他吧？成了，他们俩就成了，你知道吗？哎呦，我看完啊，迫不及待我就试了。我试完就知道了，就忽近忽远这个方法，只有帅哥用才管用，我用根本就没用。我用完，女生倒是也困惑。我还在那忽近忽远呢，我用女生说啊，他喜欢我，哎，他不喜欢我，而我是个恋爱脑，我是恋爱脑，你知道，我喜欢上一个人之后，我会开始变得只期待收到他给我发的消息，那个手机一亮，写着微信3条消息，你还没看，你就开始幻想，你说3条消息。整整3条消息，想必是你好，咸鱼，我爱你，完美，你知道吗？你就真的，我们恋爱脑就是会脑补这种自己期待的消息，而且我不光只期待收到他给我发的消息，我还会忍不住一个劲儿的想给他发消息。你知道，有时候我发4、5次消息，他5、6个小时不搭理我，我还想给他发消息。那次就让我朋友看见了，他说劝我了，说咸鱼你别发了，你发太多消息了，你这样，你忍一忍，你分散注意力，你做点你喜欢的事儿。我喜欢给他发消息，这就是我的爱好，你知道吗？真的，而且我谈恋爱一直特别困惑一个问题，你知道，有时候我想从那个暧昧期跟人家正式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拉人家的手来打破暧昧到恋人之间的关系，但拉手这件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拉合适，因为拉手这件事太看重时机了，你拉手拉早了。女生回家发个小红书，谁懂啊，姐妹们？约会碰到下头男了，对吧？是吧？就是这样的。你要是拉手拉早了就下头男，你要拉手拉晚了呢？说实话，拉手拉晚了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很奇怪，每次都拉早，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我后来总结了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很重要的点就我看不出来别人喜不喜欢我，你知道我就会觉着别人喜欢我。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想，我觉得咱们人类是时候再一次进化了，咱们都应该进化的跟那个孔雀一样，啊，都会开屏，而且必须是什么？必须是不受你大脑控制的本能的，只要你见到了喜欢的人，你就开屏，啊，这样太好了，这样以后谁喜欢谁，谁不喜欢谁，一目了然，所有人都不用再猜了。但是唯独有一点，我们这跟孔雀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孔雀这个种群啊是雄性开屏。咱们可不能只有男的开屏啊，咱们必须男女都可以开屏。为什么呢？因为朋友们，你想，如果只有男的会开屏，你就上街看吧，没有一个男的那个屏是关着的。哎，你好，你结婚吗？哎，你好，你结婚吗？啊，知道吧？那没有任何意义了。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和我们单位一个女同事一起出差，就我们2个一起出差之前啊，我跟她已经暧昧2周左右了。在我看来啊。哎，反正我当时真觉得挺暧昧的。我当时甚至在出发之前就在想，我觉得这样出差之旅，应该就是我们2个的爱情之旅吧。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同事出去，夫妻回来。到了那个出差的高铁上，他又睡着了。他睡着之后，那个头一点一点的，哎，我就觉得他要靠我的肩膀，又不靠我的肩膀。你知道，我当时就看明白了，这不忽近忽远吗？他开屏了，他是大开特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正准备鼓起勇气下了高铁就跟他表白的时候，他惊醒了，他说：“哎呦，咸鱼，吓死我了！你知道我刚才做噩梦，我梦见咱们俩在一起了。”哇，你知道他当时说他做噩梦，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女生真好，情商好高啊！她用一句噩梦点醒了我的美梦。我们2个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你知道，很普通的朋友，你知道，当然有微信啊，我也不太确定。我就讲到这吧，谢谢你们，我是咸鱼。那你们呢也看不太出来，其实我去年减肥了。
瘦了40斤呢，从180瘦到140。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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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呀，每听到你们这种声音，我就特别的高兴。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减肥之后人生会变好，但我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好。最直观的是别人对我的反馈，终于开始有人夸我漂亮了。以前也被夸过，只是没有被单独夸过。他们都只是说每个女生都很漂亮。而且真的像我这种从小到大没有被夸过的人，真的完全经不起夸。刚开始被夸漂亮的时候还理智尚存，觉得啊，我应该也算是个小美女吧。被夸到后来，我宇宙第1大美女。刘亦菲，类型不同而已。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狂了，太飘了。我甚至会把我所有的演出问题都直接归结于我的美貌。如果这一场演得好，美丽罢了；这场演得不好，美丽是我的原罪。至于段子内容写得好不好，那是像这样的丑东西才需要考虑的事情。减肥之后，我整个大变样，太自信了，甚至有一些油腻了。也是我跟我喜欢的男人表白，我跟他说我喜欢你，他说他不喜欢我，我不信。怎么会有男人不喜欢我呢？我跟他聊了很久，他最后才终于说我配不上你，行了吧？我信了。但你们放心，我也没有游很久啊，就是那个巅峰体验很快就过去了，我的智商又占领了高地。我意识到一个惊人的事实，我没有刘亦菲好看，但也还可以。而且经过这一次减肥啊，我发现自己对美丽啊、对外貌也没有那种很极致的追求了。这个态度怎么说呢？还挺省钱的。最近有一个健身房给我推销那种高端减肥私教，我很心动。他说8000一年，人也没有必要那么漂亮。其实经常我会碰到姐妹来跟我讲，说好喜欢你的自信啊，感觉你都没有身材焦虑的。今天也给姐妹讲一下没有身材焦虑的秘诀：不承认。怎么可能不焦虑？我只是在偷偷的努力罢了。我最开始减肥的时候都没好意思跟身边的人讲。别人问我说：“哎，你怎么瘦了？”我都说啊，就不知道哎。有天早上起来突然就瘦了，莫名其妙。然后吃饭的时候，朋友会问我说：“哎，你吃的是减脂餐吗？”我都说啊，没有啊，就天生爱吃西兰花。我的朋友们还会追问我说：“那你怎么最近不跟我们吃夜宵了？”我好慌张，我都开始编瞎话。我说我最近晚上在跟郭麒麟约会了。我们不能吃夜宵了，他都胖了。哎，约会是开玩笑的啊，不要去问他，他不会承认的。讹人。这下更难说清楚了。就是经常应该有减过肥的姐妹对吗？减肥真的好难啊，因为我后来又反弹了20斤，反弹真的好快呀。我有一个血泪一样的教训分享给你们：衣服不要扔得太早。我当时看着衣柜那个绝望的心情，就像高考之后把书撕了，发现自己还要复读。反弹压力太大了，我也不能一夜之间瘦20斤吧。而且我最害怕的还是别人发现我反弹的事情。我后来真的，我心一横，牙一咬，我想不管，我就跟别人说我140，别人再怀疑我也不认，因为我想也不会有人从包里拿出一个体重秤说，哎，今天我恰好带了一个体重秤。如果这样，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我早上称还140呢。反弹真的好快呀。由于我一直以来在隐瞒我反弹的事实嘛，真的会有女观众把我当成减肥专家。有一个女观众给我私信，她向我虚心请教，她说我的目标体重是90斤，但是我卡在100斤，怎么都下不去，怎么办？
我当时心想，怎么才能卡在100斤呢？我连140我都卡不住，但我还是维持住我那个专家的形象。我很笃定的跟他说：“你就说你90斤就行。”没有人会发现的。就像我一直说我140，其实我160，你能看出来吗？他说能看出来。但他接着说，他说：“但是谢谢你让我明白，身材不能定义魅力，胖胖的女生也有自己的舞台。”我说什么胖胖的女生？我就140哈。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我叫门枪，大家好。我是一个 HR， 人力资源啊，失业了，现在就只能做全职的短视频博主。职场赛道，就职场博主，你们知道我们平时在干什么吗？我们平时就是一群不上班的人，教一群不想上班的人怎么好好上班。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也不想失业。我今天就聊一下去年辞职的经历，朋友们。去年公司新来了一个总裁，他总裁员，他裁员理由也很离谱，我无法理解。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门枪，你去帮我把阿曼达给裁了，因为阿曼达性格内向，阿曼达是个财务。我觉得财务还是性格内向一点比较好，因为如果财务很外向的话，老板很有可能进去。你让阿曼达怎么外向？大家看，这是我新做的假账，逼真吧？是不是栩栩如生？老板就说他不喜欢内向的员工，他要外向一点。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哎，门枪 ，MBTI 你懂不啦？晓得不啦 ？MBTI， 多招点 E 人，我要公司活泼开心一点。E 人，老板可能是很久没有自己亲自上过班了，上班久了没有 E 人。我下班可以很 E， 我休假可以很 E， 我工作日起床我就变 I 了，我坐在工位上就是哀到要死掉，左右的同事就是挨家挨户。艺人，他一定要艺人，整个公司就一个艺人，就老板自己。老板怎么能这么艺？他怎么能这么艺？我有一个想法，保证让所有人都开心，全公司小涨下去团建。还是老板想的周到，上了这么久的班，干了这么久的活，难得休个假，谁不想和老板好好待在一块儿呢？老板说他不单意，他还很寂寞，他就需要有人陪着，难怪他开公司呢 ，company。哎，老板裁员理由实在太草率，所以我也开始反思啊，朋友们，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朋友只是对待工作过于认真负责了，走入一个误区。我觉得不要这样，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我觉得应该对待感情认真负责一点，对待工作而已，玩的呀。我们知道人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法人不是人。千万不要在职场做纯爱战士，让我们做职场浪子，就是玩，趁着年轻多玩几家公司，等到年纪大了玩不动了，找个老实老板交社保可以了。不止态度随便，我觉得嚣张一点会更加快乐。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我离开公司3个小时，总经理问我门枪你去哪里了？面试。总经理刚想生气，副总经理还得劝，哎，算了，员工嘛，都这样，知道回来就好啦。门枪你也别傻站着，表态，服个软。我说，对不起，又不是我主动，对方硬要我面试，我就是犯了全天下员工都会犯的错误。当然这都是幻想，现实就是老板每次让我裁员，我都下不去手，他还 PUA 我，他说门枪 HR 就是要做坏人，因为坏人的缩写是 HR。
我说那好人的缩写也是。然后他就没办法，他说你要跟我共情啊，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你要跟我共情。他让我跟他共情，他一定忘记我是 HR， 我看得到他工资，很难共情。我第一眼看他工资这么高的时候，我很难过。我仔细一看更难过，那个只是税。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共情的前提是要关系微微发酵，微微发酵的关系使人心情愉悦，就像统一无糖春福绿茶一样，微微发酵，缓缓生香。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可以没有咖啡，但是不能没有这瓶有腔调的绿茶，老嗲了。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但是共情不能跨越物种。我觉得打工人和老板不是同一个物种，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老板，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家里养了一只泰迪叫嘟嘟，嘟嘟跟他有很像的地方，都很 E， 需要 company， 要我帮他们 make money。我觉得嘟嘟可以跟老板共情哦，他们还有很多共同点，就是提什么需求都说不清楚。生气了就只会乱叫。所以在他莫名其妙裁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了。我跟他说 HR 不是好人的缩写，也不是坏人的缩写。此时此刻我要跑路了 ，HR 的缩写就是哈哈 wrong。谢谢大家，我是刘强。谢谢。我有口吃，我的印象里，我是小的时候和我隔壁的口吃叔叔学的，然后现在我在生活中还是好了很多的，然后台上还是会卡壳，有的时候是很紧张，有的时候是发现卡壳了挺好玩的。然后之前呢，为了克服口吃，我呢还去参加过《奇葩说》的海选。然后辩论的时候，对方解释懵了，说：“你说题呀、见过奇葩说，从没见过奇葩不说。”然后俱乐部当时呢派了2位演员，然后呢2个都被淘汰了。我是因为辩论的时候没说题，他是一直笑我没说题。然后作为口吃，我来从事脱口秀呢，还是很有挑战的。我是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我才辞掉了电话销售的工作。就是为了做好电话销售的工作，我在说话的时候都会说的字正腔圆的，所以我能理解会有客户说你的信号不好。不过呢，我就十分的不理解，就是有的时候讲着讲着，然后客户呢就会十分报道说，转人工，然后还是做到了销售冠军。然后上次呢说到这的时候，然后下面还有观众插嘴说，你们公司业绩是按通话时长算的吗？然后之前呢，就是为了治疗口吃，我是去过一个口吃康复班。一位老师和我说，30天可以消灭口吃，然后去了1天，我就不卡壳了，因为老师让我别说话。然后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沉默疗法，让我30天不要说话。我这回到家了，我妈还在关心我呢，说你治的怎么样？我说，我妈在旁边说呢，
怎么？完全说不了啦。然后之前呢，为了克服口吃，我呢做过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呢过去做过很多的户外演讲，因为真的很难留住观众，所以我就只好过去小学的门口讲，因为小学的放学前面半个小时，家长会来接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去讲，他们都是跑不掉的。不过这样的演讲就会非常容易被人误会，所以呢就会显得很有教育意义。有次我在讲着，然后旁边的家长还对小孩说：“你看他，就是不好好学习，所以才会出来要饭。”然后当时我就非常愤怒，我就很想要上去和他解释，我说我是来战胜口吃的。不是来要口吃的。哎呀！然后现在呢，我来从事的脱口秀，就是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呢，脱口秀让我发现我的口吃呢是个特点，所以我也是真正的接受了自己，所以呢，口吃也是好了很多。然后好了很多了之后，也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像我之前写了很多的口吃题材的段子，然后现在只能写点新的题材的了，因为我发现，以我现在的状态讲我之前的内容，那个时长不够了。我要回去写我新的段子了，谢谢。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首先来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上来就对挑战席上的人说，我希望你们有人能一会儿站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一块儿 PK 的时候，跟我一块儿站有好处。你看大玲跟我站过，现在是导师；杨丽跟庞博跟我都站过，现在是魔王。赢不赢不要紧，咱图一吉利。尤其现在，你别摆手，你更应该来。咱俩代表作都一样，都是少爷和我。势均力敌，二人战也可以来。你们来了，我输了不丢人，大家会认为就是因为没搭档。德云社这回是组团来的啊，我们之前还有俩师弟，一个尚九熙，一个朱鹤松，我们是3个人。一开始我们还挺高兴，还研究战术啊，跟奥运会那个中长跑、滑冰一样，我们讲究配合、田忌赛马呀，战术性领先。后来头一轮给我们干下去俩，就剩1个了啊。周处除三害，改独行月球了，也很遗憾。关键我们裁判席还有人，居然还输了。可见这个比赛多么的公平公正。弹幕上写相声演员来参加这种节目是降维打击，这个不对啊！我澄清一遍，这个没有这个回事儿，大家都在一个维度，何谈降维2字呢？我在这儿也仅能代表我自己，我要是不行了，就说明相声确实不行了啊。单口喜剧咱不敢说，如果说单口相声能在这种大舞台上演出的，全国中国相声界就是我跟我师傅郭老师，因为其他的我们都弄死了。你别看现在这些选手大家其乐融融，这线下专场抢的都是我们的市场。那这要跟旧社会，那说相声的只手遮天，一家独霸，还允许你们这样？我这一时眼神，邵文主就摔杯为号了。四下里乱箭齐发，天下单口英雄一网打尽。后来我们那个工奴手啊，在天津上火车的时候给拦下了啊。天跌相声非战之罪啊，少爷。怎么说呢？不过也确实是啊。如果在这舞台上有一天我确实真的赢不了了、输了，真能
德云社走马换将再来，还真就是我师傅郭军德刚先生，啊，郭老师，啊，没办法，那太子妃不行嘛，那就捞。那输了就只能老公上了，对不对？那亲儿子指不上。你翻历史典籍你也看得出来，杨家将都看过吧？大破当口天门阵，也是穆桂英挂帅，杨六郎统兵，杨宗保这都盯不上，你知道吗？这是我喜欢说这个单口喜剧的原因啊，因为能疏解一些负面情绪。说点我的负面情绪啊，我的负面情绪其实也有。作为一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就是我不像我们那些师兄弟儿那么的火，你知道吧？你看我们德云社也有很多师兄弟儿很厉害，岳云鹏啊、孟鹤堂啊，都很火。然后也有人问过我说：“阎鹤祥，你有没有很羡慕他们？”我说：“其实并没有，捧哏演员嘛，甘当绿叶，对不对？我这个年纪了，他不是羡慕，单纯的就是恨。”其实这是玩笑，我们来源于一些呢，就是大家对你半认识不认识的一些尴尬。到一饭馆吃饭，在北京啊，老北京做爆肚的一个地方，我坐在这儿，我前面有两个男的，分别上菜以后呢，我就看见俩男的看我就议论，这就跟那个说：“哎，德云社阎鹤祥。”那个一看呢，我说这不是阎鹤祥。我跟你说就是赢，我看着不是，我跟你说是，我过去跟这二位说，我说二位是我，这爆肚不吃就凉了啊，凉了。还有一回，我从这饭馆出去，就是这饭馆，走到门口，这女服务员把我给拉住了。哎，严老师，那个我们后厨这些大师傅都特喜欢您，您能不能在门口跟他们照张相啊？我说没问题啊。后厨所有厨师出来跟我站一块照相，正照着呢，有一情侣从外边往里走，一女的挎一男的，这女的不认识我，看着我照相就看谁呀这是，这男的不知道你别给人瞎解释，嗨，退休的厨师长。这还基于我们在国内大家对相声有一些认识认知。我在国外，我在美国摩旅的时候，他要是对相声对我们完全不认知，更可乐。我在美国的黄石公园，在黄石公园徒步，我有一个华裔的美国的森林警察，他跟着我。他说黄石公园有很多野生动物，黑熊啊、鹿啊，包括羚羊啊。你要怕它靠近呢，你就连续的大声的说话。我就照着做了。出去以后，美国这森林警察把我给扣下了，说我有残害动物的倾向。后来我的哥们把我给保出来了。我说我没有残害动物。他说你是不是连续说话来的？我说是，他让我说的。他说你说什么来的？我说我就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鱼。那你还不残害动物？后来我一琢磨，得亏说清楚了，这没说清楚，我得给人全交代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到最后板鸭筒子鸡。美国警察一看，呵，列了单子上这儿偷猎吃好东西来了。哪单位的你啊？我说我德云社的。你跟谁学的呀？我说跟我师傅学。嚯，你们这还有师傅呢？我这一交代啊，云鹤九霄，龙腾四海，一听就是黑帮啊。这带完了以后，紧跟着下一个月，大林知道，我师傅带着我们所有团体到北美巡演。但我师傅上通缉令了，这在入关的时候，人家美国警察拿着这菜单就得问我师傅：“这个蒸羊羔、蒸熊掌，这是你教的吗？”我师傅大家都了解啊，哈哈哈，我教的，后头。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哎，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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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史密斯，我是熊掌，我们是二人战。谢谢大家，谢谢。啊，我们就是唯一的一组漫才了啊！但我们这个漫才可能跟大家熟悉的那种风格不太一样，我们这叫话艺漫才，俩人纯聊天，真不是相声，确实是漫才啊！希望大家也能喜欢。唐僧，哎呦，吓我一跳！降服孙悟空，用了一件法宝，打一食品。开始的很突然啊！猜，唐僧降服孙悟空这个都知道，就是那个紧箍咒嘛。不对。猪头肉。不对。也不对。说话了吗？就不对。别走流程了，你说吧。这叫猴头菇。谢谢大家吧。我们都这破玩意儿，人人都会哈。啥破玩意儿？
别说这没用的，有没有正经事儿分享一下？正经事儿啊，正经事儿我最近在想啊，你说电视和电视柜哪个重要啊？这叫正经事儿啊！平时有想这些的闲工夫，你学学英语好不好呢 ？Hello， TV TV 柜儿啥玩意儿？啥玩意儿？你要问啥呀？听不懂你要问啥？我就想问，电视跟电视柜哪个更重要？不知道啊，非得选一个呢？非得选电视吧？我不同意。啥叫你不同意呀？我有没有思维和表达的自由啊？不是，你怎么能觉得电视重要呢？不你问的吗？你不问谁想这个问题？这俩有啥可比性啊？这样我换个问法。如果电视和电视柜非要留一个的话，你留哪个？我留电视柜。问不问我呀？那你留哪个呀？我留电视。为啥呀？电视能看呢？为啥？电视柜不让你看了。谁看电视柜啊？电视柜扎你眼睛啊？啥叫扎眼睛啊？起毛刺了上边。反正我觉得你电视没那么重要。凭啥呀？电视重要，你得分什么场景啊？啥场景？假如在森林里，你留电视还是电视柜？留电视，在哪儿我都留电视。你就嘴，森林都没电，你留电视都看不了。那电视要看不了，电视柜不更没用吗？电视柜你可以砍了当柴烧取暖用啊。都在森林里了。还烧电视柜啊！在森林就是你砍树的理由啊！别给我环保上了啊！突然在这块儿，你从森林出来，这俩都是家用的东西。没看网上有一个说法叫什么？一个房子里边放电视才有家的感觉。可拉倒吧！咋的呀？那都不属于你。啥不属于我？就我的吗？你电视看的都是别人的生活，这个电视柜才是你永远的家呀！谁永远的家呀？你给我装的了，还永远的家？说这意思吗？上来整了个一点味儿都没有的问题，哩哩啦啦搁这犟半天。咋没味儿呢？那电视能丰富娱乐生活，电视柜能干啥呀？没有我电视柜，你电视放哪儿啊？挂墙上，直接上墙就没有电视柜的事儿了。现在咋没事儿呢？有一天你照片挂墙上，底下不得摆个桌吗？啥照片挂墙上了？给我，在桌顶上放点水果鲜花不？那电视一直更新换代，越来越高级，对吧？为什么？不就是大家有需求吗？电视柜变过吗？再说电视卖多少钱？电视柜才几个字儿啊？哦，明白了。你也是只会用价格定义价值的那种人呗？感情在你这一文不值是吧？咱不聊电视柜吗？行，聊电视柜。如果把我比成电视柜，我和电视，你留哪个？电视啊！我留你干啥呀？砍了当柴烧啊你呢？不是，你这人怎么软硬不吃呢？谁软硬不吃啊？你说这玩意一点理都没有。这样，我问你吧，假如说我去你家必须带走一样东西，你让我拿电视还是电视柜？电视柜。你这不也留电视吗？不是，我这不觉得对你好，把电视柜留给你的吗？哎，对我好，对我好，你咋不把房子给我呢？房子给你干啥？我那搁这犟这玩意儿耽误这么长时间，一点意义都没有。咋没意义呢？所有人都觉得电视重要，只有电视的人才会选择电视柜。但是电视柜在我这有特别的意义。电视柜能有啥意义？就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的电视柜是20年前我姥他留给我的。那你早说呀！我又不知道你姥呢，还在呢。在你整这出干啥呀？在你让他再给你买一个不就完事儿了？我要那些电视柜干啥呀？你这不给我拿走吗？谁别说话？我再问你最后一句。还问啥呀？问。你说，鲨鱼跟鲨鱼裤哪个重要啊？什么玩意儿？别说了，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大学真的是学哲学的，然后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专业学啥，然后很多人就拿我当心理学用，让我开导他们的人生问题。经常就是在一些饭局，就是一堆中年大哥聊他们那些怀才不遇的破事儿，聊着聊着突然问我说：“翔宇，我怀才不遇这个事儿在哲学上该怎么解决？”我哪知道？哎，大哥，你真的要从哲学的角度看，那你得先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才华？你从来就没有孕育过才华，那你就不是怀才不遇，你就是不孕不育。但这种饭局我不想去，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家发微信问我说：“翔宇，明天一起出来吃个饭呢？”我一边在脑子里骂他，一边手上给他回：“好的哥，明天见。”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于翔宇，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是典型的内耗，你得学着减少内耗。”
我一开始不知道啥叫内耗，我就上网看了一些心理博主，看完之后真的开始内耗了。我在那个博主的主页刷了半天，内耗一点都没减少，并越看越多呀。看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看完以后我现在是一个配得感缺失，没有钝感力，边界感过强，但又习惯性讨好别人，活在原生家庭阴影里的回避型依恋。之所以说的这么详细，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这个段子但凡有一个人不笑，我就会立马开始怪罪自己，因为我还是个高敏感人。就他们这个诊断方式，你别说是我了，我觉得就算是现代心理治疗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去刷小红书，他也得有病。弗洛伊德刷完之后恍然大悟说：“哦，我原来不是个欧洲人，我是个东亚小孩啊！”而且这帮心理博主吧，到最后就经常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你原生家庭有问题。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太大了。你说我不会拒绝别人，是我爸妈的问题。哎，是不是就是因为当初我妈不好意思拒绝我爸？啊。而我觉得他说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这个表述它本身就有点问题，它就是个陷阱题。因为原生家庭本身它就是不是一个好词儿，人家家庭幸福的人就不叫原生家庭，人家就叫家。你没有见过谁跟你说哦，我这个工作是我原生家庭托关系帮我找的，最近买房了，原生家庭出的首付。我爸妈说了，在外面累了就常回原生家庭看看。常回原生家庭看看，回原生家庭看看。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听啊，但我爸妈声音也不好听，这就是我的家庭原声。我觉得就算真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也很难解决，因为他那个理论说的是你成年以后的很多问题都是小时候父母造成的，但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事儿已经过去了，来不及解决了。小孩身处其中的时候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没有哪个小孩能做到一边被打，一边理性分析，一巴掌打过来啊，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所以我现在就算看完这些心理学知识之后，我也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我唯一能用到的地方就是我能看出谁有问题。所以我现在在高铁上看到那种小孩在跑来跑去、大吵大闹、外放视频，父母在旁边玩手机，完全不管他那种小孩，我都不会讨厌他，我只会觉得孩子，你这辈子完了，你原生家庭有问题，跑吧，跑向你不幸的一生。别看你现在这么活泼，长大会抑郁的，还有心思看汪汪队立大功呢。抓紧看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吧。所以我是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说到底啊，我爸妈不也是东亚小孩吗？所以我做不到什么事就只怪他们，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我只能祝大家尽量少一点抽象的焦虑，没事能常回原生家庭看看。谢谢你们，我叫于小雨。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啊，这一轮是挑战赛，我特别害怕。朋友给我想办法，说你那到时候你就放狠话。谁敢挑战你，你就嫁给他。我说那不都得站起来啊？我还不知道他们爱江山更爱美人。我想好了，我也不紧张了，反正今天要么晋级，要么办婚礼。肯定都是喜事儿。大喜的日子里，咱们聊一聊父母。哇，好顺呀！我经常在段子里吐槽父母，我也问过，你们会介意吗？我爸妈很实在啊，说家里也没啥能给你的，就给你点素材吧。
吐槽归吐槽，孝心还是有的。我把这些素材写成段子，变了线，就给他们买点东西。我们已经有默契了。去年我给家里买了一个高档按摩椅，我妈妈吓坏了，你又把我骂成啥样了啊？用了几天之后，我爸说这个椅子哪儿都好，就是总感觉在戳他的脊梁骨。去相亲，经常遇到很孝顺的人，说希望我能把他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父母。我说你确定吗？你父母的脊梁骨受得了吗？家里也不图我什么，这些年对我就2个心愿：一，考个公务员；二，找个公务员。排名不分先后，但我至今都没有做到。我爸爸的眼睛里现在已经没有光了，他说走在路上都感觉人家在笑话他。我很想知道这个人家到底是谁家，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肯放过我爸爸？其实，在我们村里啊，最大的不孝就像我这样，30了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找对象。我现在回去都不敢多逗留，往村口一站，那就是顶流，就是舆论的漩涡。什么单身狗已经是好听的了，据说我现在已经离过2次婚了。更离谱的是，因为我跟黑灯关系好，说我跟一个盲人在一起了，眼神不好才看上我。黑灯下的火速澄清，我没有看上你，我都没有看见你。我妈说不行，得回来，得亲自打破这些谣言。我就回老家跟着吃了一个席。哇，那个席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审判我，那都不能叫开席，那叫开庭啊。他们那个眼神啊，就是你怎么敢的呀？你怎么敢活得这么爽？有个大爷话都说不利索了，还要坚持当审判长。他说我现在20、30潇洒，40、50肯定后悔，70、80老了瘫了没人管，几句话概括了我一生呀。我说大爷，你保重身体吧，等我到了70、80，你来管我。他说我哪能管那么远？我说但你管得宽呀。回村没有治好我的精神内耗，治好了乡亲们的精神内耗。以前大家说我学习好，现在说学习好有什么用啊？以前说我考出去的，现在说考出去也嫁不出去，这还是村民吗？这不是预言家吗？那个席上大家对我的评价就分成了2派啊，一派叫读书读傻了，另一派叫读书读野了。别人是又纯又欲，我是又傻又野，怎么听都不像好话呀。那还好没读博士，要不然就是傻野博士。我说我做不到，让大家都认可我。他们说那你是怎么做到让大家都不认可你的？这时候我妈坐不住了，她都怼了我好几下，说你赶紧闭嘴吧，我还要在这个村里混呢。就开始道歉，说我不懂事儿，非常好。别人说我的时候，他唯唯诺诺；我说别人的时候，他重拳出击。我妈就赶紧转移话题，让大家都给我介绍对象，生辰八字都准备好了。这个席突然变成了我的订婚宴，我又被包围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只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黑灯啊。我就给他们看了王嘉尔的照片。我3姨眼睛一下就亮了，说：“哎呦，这么帅啊，这小伙子哈，这不是王嘉尔吗？”他眼神也不好了。星星，你眼神最好。我知道大家都是关心我，想让我早点遇到那个对的人嘛。我也希望这个人你赶紧出现吧，要不然等我火了，咱俩就对不上了。好，谢谢，谢谢。Hello， 大家好啊，我叫多多，我现在在上海上学。我从小到大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找原生家庭要钱。其实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我爸这个人对钱看得特别重，他怕我乱花钱啊，
就特别喜欢说一些夸张的话，让我产生愧疚感。每次我把我的困难和我爸说，他就要把他的困难和我说。我说爸，我想买件新衣服。新衣服得买啊，新衣服得买。我都4、5年没买过新衣服了。我说爸，我要交学费了。上学好啊，上学好。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我心想这也不至于吧？啊，学费就几千块，把房子卖了就行。就是我爸这样说话，就会导致我每次花钱的时候压力都特别大。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爸就趴在我背上，啊，在我耳边说话，没事儿，你花吧，没事儿，都是为了你好。就有一次我在线下刚讲到这里，就有一个观众听哭了，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他看见我爸了。而且我爸每次给我钱的时候，他很喜欢在我面前算账，算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然后一边算一边说：“儿啊，这些就是对你的投资，你只需要好好学习，考个清华就好了。这怎么能是投资呢？这就是赌博。”我有一年生日，我爸大方了一次给我钱，他说：“你生日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买了一件500块，特别帅、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有多新呢？那是一种虚荣心。那我爸知道之后，他就问我，他说买的衣服多少钱买的哈？我说500，他说500啊，买的什么衣服呀？那该不会是清华的校服吧？一句话就把我整难受了。我当时，其实我知道我爸挣钱养家很不容易，没有他我也不可能来上海上学。现在也不会不小心沾染上脱口秀。我现在回报我爸的方法就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啊。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主要途径就是我通过脱口秀赚的钱给自己买一件500的衣服，然后我爸问我多少钱的时候，我跟他说50，我说50他就开心啊，觉得我又乖又懂事，还给我报销了。我转念一想虽然我倒贴了450。这就相当于我孝敬给他了，虽然他没收到，但是他开心了，这份开心的情绪就价值450，这就是情绪价值。就思路打开之后就变得特别完美啊！我有新衣服穿，我爸也开心了。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学到的一句谚语，就买一件衣服，我出450占大头。我爸出50占小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王耀凡，我之前是一个法医，但是我从来没去过案发现场，都是别的法医打包带回来。我们在一起分析死亡原因这人死于脑梗，这人死于心梗，这人死于谐音梗。分析死亡原因其实是相对简单的，就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很多案件最麻烦的环节是要找到死者的身份信息，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这3大哲学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技术问题。因为很多人他出门不带身份证，所以我经常提醒大家，就是你出门还是把身份证带上。万一临时出个差，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每一个小圈子里，学医的朋友一般都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有一些关系可以帮忙挂号。我就是个例外，就他们挂不上的号，我也挂不上。我有那些关系的科室呀，都不用挂号。他们也不想去。好在我这个专业在家里还能发挥一些作用。那一到节假日，我的爸妈都盼着我早一点回农村老家，回去杀鸡。他们觉得我杀起来更专业，找准要害，一刀毙命。也不光是我爸妈，这个我们家的鸡们可能也在盼着我早点回去。我来杀，至少能给个痛快。有一次我回去晚了，我爸等不及了，自己动手去杀，
一刀下去，鸡没死，跑了。满院子追，那场景简直是鸡在飞，我爸在跳。法医杀鸡真的很容易啊，就是但带娃就一言难尽的。在我家有那个人体器官模型，就塑料的，是给学生上课用的教具，但是我女儿把它当成了玩具，经常跟小朋友分享。那场景就很诡异，那几个小孩坐在一起啊，有人玩恐龙，有人玩奥特曼，有人玩肝脏，有人玩大肠。塑料的嘛，他还带去了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家孩子带这个玩具也不是不行，但是能不能告诉他玩的时候不要把肠子掏出来？我说好的好的，老师我一定马上管教一下。我说你怎么回事呀？谁让你把肠子掏出来的？讲了多少遍了？应该先掏心脏。专业的法医应该先检查胸腔器官。有朋友就喜欢跟我探讨一些死亡的话题。他说老王啊，我抽烟这么厉害，我将来会不会得肺癌死掉？我马上安慰他，我说大家年纪轻轻的啊，你不要想以后的事情。你这么胖，应该会死于心脏病。那朋友听了觉得我有道理啊，他说那我要是活的时间长一点，想活得久一点，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减肥再戒烟？那我就继续安慰他，我说那也不急啊，疾病的发展是有个过程的，不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失去信心，你完全有可能死于车祸。听到这里，大家不要太悲观，就是生命本来就是很脆弱的，尤其是在我们法医的眼里，毕竟那些强悍的生命，他也不会到我们法医来啊。所以最后祝大家一路强悍到底，啊，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然活着。谢谢大家，我是王岳凡。大家好，我叫大老王，然后我现在不上班了，自由职业。最后一份工作赶上了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变动期，变得太快了，2个月换了6次方向。开会得特别认真，根本不敢走神，对吧？一走神，哎，换方向了，感觉老板脑子就不清楚。水多了加活，活多了加活。我说你别光和面了，你也画点饼吧。变得太快，变化赶不上变化，受不了辞职了。但自由职业久了它也不好，它是2种工作状态。但我感觉我这个人骨子里更擅长上班，因为上班不一定需要真有产出。自由职业真得工作的，上班做不好你可以怪全世界，领导不行，甲方不懂，同事脑子不好，行业要完了。自由职业做不好你怪谁啊？咖啡不行，外卖不好，电脑脑子不好，行业要完了，怪不了任何人。不上班的咖啡也不好喝，咖啡就得配糟心事儿。配一场百无聊赖的会议，清爽；配一场扎扎实实的背锅，厚重。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加班的深夜，盯着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苦。有个逻辑叫咖啡不耐受，我不太相信。咖啡不耐受，我认为就是老板给你上的强度不够。咖啡不耐受逻辑是喝完咖啡肠道蠕动会加速，会上厕所。所以喝5分钟咖啡，半小时厕所，这不是咖啡给你的福报吗？5分钟咖啡，半小时带薪年假，眼睛一闭倒3亚。自由职业的工作不是很多，但是反而会很空虚，很没安全感，所以我在我家里面专门弄了一个工位。每天早晨穿戴整齐坐在工位面前，打开电脑准备开始一天工作，发现没工作。我自己给自己写文档，然后艾特我自己，给自己定了 KPI， 还给自己写周报。我专门下载了个钉钉，一个好友都没有，
就那么挂着，挂一天。上个月记了3次忘打卡。我跟我怪自己，我说大老王下个月可不能这样了，差点把自己优化了。我很感谢刚才这一位朋友鼓掌，这就是喜剧的意义。好难啊！现在我这不上班我才发现的，我其实挺喜欢被 PUA 的，很充实。这生活中很少的机会能遇到那种一个貌似身价千万的人，愿意想尽办法骗一个住在隔断人的机会。以前总觉得老板控制我，现在发现这才是我想要的。他怎么不跟别人说这些呢？他肯定是为我好啊。穷，我还年轻，累，应该的，痛是因为我在成长。自由职业完全不行，你只能自己 PUA 自己，你不能又当驴又当胡萝卜。某种意义上，现在也算创业是吧？又当老板又当员工，老板每天给员工安排工作，说大老王今天写的段子要求不高，大概达到乔布斯做手机的影响力就够了。员工起床，我吗？最近3个月在准备节目好了很多，没有那么焦虑了，因为每天你会跟导演组对接，感觉真上班了。然后，但是最触动的还是3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说，大老王，我们想做一档喜剧节目，想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喜剧综艺，就差你了。我说我，就到这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赛制很激烈，每次这种都是特别残酷。但是其实我们脱口秀演员私底下关系还挺好的，尤其是去年经常一块吃饭、抱团取暖什么的。一块吃饭互相安慰，然后经常吃饭的时候就聊天嘛，聊着聊着没人聊的就聊点去年特别流行那个 MBTI， 你知道吧？有人就问我，他说小北你是什么 MBTI？ 我说我没做过。他说你不用做了，你就是快乐小狗。你就是快乐小狗，阳光开朗，你就是快乐小狗啊！我回家做了一下，发现我是指挥官。说实话有点不满意，然后我又做了几遍，直到做成了快乐小狗。我甚至上网查了一下攻略，怎么做能够成为快乐小狗。我现在就是快乐小狗，有可能上升是指挥官。人说不准，你知道吗？一直以为自己特别开朗，直到去年发生一个事，然后改变了对自己的印象。去年我去剪头发的时候，剪着剪着，理发师跟我说：“小北你有点不对劲儿啊，你好像斑秃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我说你剪错了就剪错了，你说我有病是有点过分了。拿镜子给我一看，确实有点掉了几块啊，那个脑袋呀，就怎么说呢，有点像被那个机关枪扫过了一样，就突，你知道吧？这不好笑，突。说实话，当时有点悲伤，你知道，看着镜子里自己，我就在想，我说我不是快乐小狗吗？合着狗是斑点狗啊？看着头上那几块空白，我就在想，我说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出现我身上啊？为什么我头顶会出现麦田怪圈啊？就怎么能那么整齐的掉一大片呢？我平常也掉头发，但是都是特别均匀的分布在各个地方。这次掉的也太集中了，感觉跟商量好的一样啊！有根头发就说，他说哥几个，我准备出去创业了，有没有人跟我去爱奇艺？开玩笑，而且斑秃那阵子人特别敏感，但凡我们这行业出点事儿啊，就是有网友给我发私信，他说小北啊，你要爱惜羽毛啊，我当时就火，我说谁不爱惜羽毛呢啊？你不懂，是我的羽毛不爱惜我。我后面有点紧张，还是去看了皮肤科，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非常淡定，他说现在上海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状况，都会斑秃啊，很多人因为焦虑、压力大。我说大夫不可能，我是快乐小狗。那大夫说先生你不要着急，有2种情况，一种是你压力大、焦虑，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个你血有问题，之后可能要做化疗。我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压力确实有点大。我就非常着急，你知道，我就问大夫，我说大夫，我这怎么才能好啊？他说你平常几点睡啊？我说这个平常晚的话就是8、9点，早的话就是12点。大夫说我有点没听懂。然后医生说，他说医生这样啊，就是你就这样，你就每天准时11点睡觉。我说1点行吗？医生有点生气，医生说你怎么还讨价还价呀？我说没你这么当医生的，我是诚心想好。
12点半行不行啊？不行的话，我去隔壁看看别的专家，你知道吗？然后医生说，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免疫力下降，然后饮食需要注意一点。然后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什么地中海饮食法，我当时有点生气，我说有点过分了，我这是斑秃还没到地中海呢是吧？我说有没有那种乌黑浓密的饮食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地中海饮食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啊？其中有一项就特别有意思，他说，你早上起来空腹喝1小杯的橄榄油，神奇吧？没听说过吧？就喝1小杯橄榄油，然后再吃点生菜，在肚子里面呢搅拌一下。我当时心想，我说这沙拉非得分开吃吗？啊，我说这什么饮食方式？我说这肚子跟个锅一样，先喝口油呛锅。我说怎么想的喝橄榄油？我说那玩意儿能喝吗？谁会喝那玩意儿啊？啊，我喝了，太难喝了。那次喝橄榄油怎么说呢？就感觉有点挂壁。很多东西放到嘴里啊，一不注意啊，它就滑下去了。吃葡萄滑下去了，瓜子儿滑下去了，口香糖滑下去了，你知道吗？后来发现这个牙线也没有那么难消化，你知道吧？然后网上还跟我说，他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好是那种饮食清淡、少油少盐、定期运动、适度交友。我说这个生活方式怎么跟狗一样啊？还有些人把自己那个体脂练得特别低啊，就感觉这个人啊特别的柴，你知道吧？我当时一看这人，我说柴犬。而且那些体脂特别低的人，我在想那些健身的人真的开心的吗？你们见过那些人吗？体脂特别低那种，跟穿个羽绒服一样。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健身打比赛的时候，每次都这样。就这样着，我就发现健康生活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快乐。后来我就释然了，头发也慢慢长出来了。从今天起呢，我就不做快乐小狗了，我要做快乐小北。